大家好，欢迎来到神性空间。人死后会去哪里？这个问题几乎是人类从有文明以来就最关心的终极疑问之一。很多人心里其实都带着一种恐惧：如果我这辈子做了坏事，会不会死后下地狱？会不会有个阴森恐怖的地方等待着我去受苦受难？在不同的宗教或文化里，地狱的形象都有所不同，有的描述是烈火焚身，有的说是无止境的刑罚，有的甚至是轮回不断的痛苦。似乎这个概念早已深深烙印在人类的集体意识中。但我们不妨换个角度来思考，如果神真的是无条件的爱，是一切生命的源头，那么他真的会亲手创造一个充满折磨与恐惧的地狱，把他自己的孩子们丢进去惩罚吗？这听起来是不是有些矛盾？如果你是父母，你会为了惩罚孩子而故意建造一个无限痛苦的地方吗？还是说，地狱的存在其实并不是像我们以为的那样真实，而更可能是一种象征，一种人类自己建构出来的观念？这个问题非常关键，因为它牵动着我们对死后世界的全部理解。若地狱真的存在，那么人活着的每一刻都像被悬挂在一种威胁与恐惧的阴影下，随时担心不错一步就会掉入无法翻身的深渊。可是如果地狱根本不存在呢？那么我们的生命与灵魂是否又会因此有完全不同的体验与解读？今天我想带你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也许地狱不是一个神所创造的实体场所，而是一种信念的投射。也许死后的世界并不是审判与刑罚，而是灵魂回归本源，回归爱与合一的旅程。而这个观点可能会彻底颠覆你对生与死、善与恶的理解。所以在进入接下来的探讨之前，我想先问你一个问题：如果我告诉你所谓的地狱根本不存在，你会相信吗？很多人会问，如果地狱不存在，那为什么有人声称自己在灵异体验或濒死经验中真的看见了地狱的景象？而同时，也有人在濒死经验里描述，他们看见的是天堂般的花园，无尽的光，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平静与喜悦。为什么会有这么截然不同的结果？答案其实就在于信念。灵魂本身具备创造力，你所深信的就会成为你意识经验的一部分。换句话说，你的信念决定你死后所经验的实相。如果一个人从小被灌输做坏事会下地狱的恐惧，当他的灵魂离开肉体时，意识可能会自动投射出那样的场景，仿佛真的置身在黑暗、痛苦或火焰之中。这并不是因为有个神在审判他，而是他的信念在创造那个幻象。相反的，那些濒死经验中看见天堂、光与温暖的人，往往心中怀抱的是信任、信仰、爱与喜悦。他们相信死后是一种解脱，一种规范，因此他们的灵魂便自然显化出那样的景象。他们见到的光，感受到的爱，正是自己信念与灵魂频率所共振出来的真实体验。至于有些人濒死时什么都看不到，那是因为他们的内在没有明确的信念方向。当灵魂离开身体，却没有固定的投射内容，那么他们所经验的就只是纯粹的空，没有形象，没有声音，没有感觉。这其实也是一种状态，只不过对于意识本身来说，它既不是天堂，也不是地狱，而是一片无定义的虚无。这也说明了一件事：死后世界并不是一个统一的标准答案，没有谁会被强制送到某个地方，而是根据灵魂自身的信念、能量频率去经验相应的状态。有人会进入爱与光的怀抱，有人会掉入恐惧与黑暗的幻想，有人则停留在空无一物的寂静。所有这些都是灵魂在创造自己的经验。因此，我们可以理解，地狱之所以会存在，其实不是因为它客观存在于某个角落，而是因为人类长久以来集体相信它，并将恐惧投注其中。当足够多的人都相信某个观念，它就会在集体意识的场域中成型。灵魂若共振于那个信念，就会进入那个场景。换句话说，地狱不是神创造的，而是人类自己信念的产物。同样的，天堂也并不是某个具体的地点，而是一种状态，一种意识频率。当你心怀爱、信任与感恩，你所创造的灵魂经验自然就是天堂般的境界。所以，当我们回到最初的问题，地狱是否存在？
答案是，它既存在也不存在，它不存在于客观世界中，但它存在于你的信念与投射之中。我们来想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如果我们真的是神的孩子，是源头的一部分，那么神为什么要创造一个地狱来惩罚自己的延伸呢？这说法本身其实充满矛盾，神若真的是爱的本体，是无限的慈悲与光，那么他怎么可能创造出一个专门制造痛苦与恐惧的地方？那样的行为不就等于他在折磨自己吗？许多人没有意识到一件事，你我本来就是神的一部分，我们的灵魂并不是孤立的，而是源自于那个无限的本源。既然如此，神怎么会去审判自己？又怎么会对自己施加刑罚？这其实是不合逻辑的。真正的宇宙运作方式不是以惩罚为核心，而是以经验与学习为核心。那么，地狱的概念从何而来？答案其实很简单，来自于人类的恐惧与控制。历史上，很多宗教或社会制度为了维持秩序，往往需要一个惩罚的象征，借此让人们遵守规范。于是，地狱这个概念逐渐被塑造出来。人们开始相信，如果你做了坏事，就会有一个神把你丢进地狱去受苦。这样的信念虽然能让大众心生畏惧，进而收敛行为，但却偏离了宇宙真正的真相。在灵性的角度来看，神从来没有审判过任何人，所有的审判都是人类自己加诸在自己身上的。当一个灵魂离开肉体，他所面对的不是审判官，而是一面最真实的镜子。他会看见自己这一生所有的选择，所有的思想与行为，并且亲身感受自己曾经带给他人的一切。这不是惩罚，而是一种体验，让灵魂彻底明白自己所造就的因果。所以，当人们说下地狱时，其实是误解了这个过程，并不是有一个外在的神把你打入火坑，而是灵魂自己在回顾生命的过程中，感受到自己低频的能量所带来的痛苦。如果你曾经伤害过别人，那么在这个回顾里，你会亲身体验那种痛苦。如果你曾经给予过爱与善意，你也会同样感受到那份喜悦。换句话说，真正的天堂与地狱不是某个固定的场所，而是灵魂意识的状态。这也就是为什么有些人死后感受到无尽的爱，而有些人却陷入黑暗。这一切并不是神的安排，而是灵魂的选择与信念的结果。因此，我们可以得到一个重要的结论：神绝不会创造地狱，因为那等于是他惩罚自己，而真正的死后世界也不是审判与刑罚的机制，而是一个让灵魂回归、学习、体验并再次成长的过程。当我们理解到地狱并不是一个客观存在的地方，而更多是一种信念的投射之后，或许有人心里会浮现这样的疑问：如果没有地狱，那么我们是不是就可以随心所欲，想做什么坏事就做什么坏事？反正死后也没有人会审判，更没有一个火坑在等着我们。事实上，答案是否定的，因为宇宙仍然有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则在运作，那就是因果法则。它并不是惩罚，而是一种能量运作的必然结果。你播下什么种子，就会收成什么果实；你发出什么频率，就会吸引什么样的回馈。这不是某个外在的神在决定，而是宇宙自然的平衡机制。如果一个人出于自私、仇恨、嫉妒、贪婪去行事，那么他所散发的就是低频的能量。这些能量会先影响到他的内心状态，让他更容易陷入焦躁、恐惧、焦虑或孤立。接着，这种低频能量会向外延伸，吸引到相对应的事件与人际互动，久而久之，他的生命就会被痛苦、不顺、阻塞所环绕。这就是因果的回馈，它不是神在惩罚，而是能量的自然流动。相反的，如果一个人能够时常保持善念，以爱、感恩、理解与善意来面对世界，那么他所散发的就是高频的能量。这种能量会先让他内心平静安稳，拥有更多的力量与清晰，然后吸引来美好的际遇、顺利的人生经验，甚至得到意想不到的贵人相助。这同样也是因果法则的运作，种什么因，得什么果。所以，真正决定你命运的，不是地狱的威胁，而是你每天所散发的意识频率。你不需要因为害怕下地狱才选择善良，而是因为你知道，当你选择爱与光，整个宇宙都会以爱与光来回应你。这样的理解，
其实比地狱惩罚论更加深刻，因为恐惧只能暂时制约人们的行为，但只有真正明白因果的人，才会从内心深处自愿选择善。你会明白，每一个念头，每一个言行，都是能量的种子，终有一天会在你的生命里开花结果。这也是为什么很多灵性教导都强调保持正念，心存善念，因为那就是最根本的创造力来源。所以，不要以为没有地狱就代表你可以为所欲为，事实上，没有任何外在的刑法比得上你自己能量的回馈。你如果选择黑暗，你的人生就会笼罩黑暗；你如果选择光明，你的生命就会充满光。这就是因果的真相。当我们走到这里，相信你已经能感受到，所谓死后的世界，其实并不是一个由神安排的审判场所，而更像是一面镜子，反映出你内在的信念与能量。地狱并不是某个存在于宇宙角落的空间，而是人类长久以来恐惧与信念的投射。天堂也不是某个高高在上的圣地，而是一种灵魂选择爱与光后所自然显化的意识状态。这样的理解或许会让你对死亡产生全新的看法，因为死亡并不是结束，而是一种回归，不是审判，而是一种领悟。灵魂在离开肉体后，不会面对一个高高在上的神明在批判你，而是亲身体验自己曾经散发过的能量，感受你带给他人的一切。那一刻，你会深刻明白，人生中每一个选择从来都不是无关痛痒的。因此，活着的每一天，其实就是在创造你死后的经验。当你心怀爱，活在光中，你不仅在今生会吸引到美好的回馈，也在灵魂回归时感受到无尽的温暖与喜悦。反之，如果你总是被仇恨、恐惧与自私所驱动，那么即使没有外在的地狱，你也会在今生与来世的经验中不断面对这些能量的回馈。最终，我们会发现一个真相：神从来没有创造地狱，也没有必要创造地狱，因为每个灵魂都在透过自由意志，自己体验、自己学习、自己成长，这就是宇宙最深的慈悲。那么，问题就回到我们自身，既然地狱不存在，你还会选择善良吗？如果死后的世界取决于你此刻的信念与能量，你希望灵魂进入的是恐惧与黑暗的幻想，还是爱与合一的归元？你相信死后真的有地狱吗？还是你更愿意相信灵魂的归宿只会是爱与光？欢迎你在下方留言分享你的想法。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影片，喜欢的话请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您的支持是本频道创作的最大动力。我们下期再见。